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被洗脑说比特币就是一场骗局，所以只要是关于比特币的资讯，他们潜意识就会跳过，直接不看，感觉跟自己无关。都说是骗局了，我看了，如果被骗的话，那怎么办呢？只要我不看，我就不会被骗，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蛮搞笑的。只要每一次比特币的价格暴涨了，那些说比特币是骗局的人呢，就消失不见了，都潜水去了。为什么？然后那些从来不关注比特币的人呢，居然就问：现在买比特币会不会太迟呢？价格会不会太高啊？这些错过比特币暴涨的人，其实他们也不是真的想要搞清楚什么是比特币，他们其实也只是说，希望我给他们一些信心或者是安慰，要么呢就是希望我鼓吹一下比特币。然后他们就有了勇敢买入的信心，要么呢就是希望我贬低比特币一番，从而呢去安慰一下自己错过暴涨的失落。那么这种每一次暴涨了之后才去关注一样资产的人呢，只有两种结果：第一，永远错过暴涨的趋势；第二，买在最高点被套牢。对，你没听错，就是无论这种人是选择买或者是不买呢，都是没有什么好的结果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尊重金钱，投资的时候呢盲目的跟风，不带脑子，却带了个人的情绪。那么我们要很感恩这些人的，因为我们就是踩着他们上去的，他们不亏钱，我们何来赚钱呢？那么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如果你在1个月之前跟着我们买了比特币的话，现在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甚至易经呢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2024之后的未来20年走的就是火运，跟虚拟跟互联网有关的资产呢，将会是最赚钱的资产，当中就包括虚拟货币。所以2024年到底还可不可以投资比特币呢？如果你现在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你的子孙呢只会去经历跟你一样的事情，就是24年可以买比特币吗？25年可以买比特币吗？26年可以买比特币吗？未来还可以买比特币吗？这种问题，如果你不希望你的阶层被固化，一直不能往上流，也不能够去保证自己以后的思维会不会改变，不知道以后自己会不会突然就接受了比特币，但那个时候的价格呢，已经涨到你买不起了。也就是说，反正你到最后也还是会想要投资比特币的话，你就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人早日达到财富自由。而这个频道呢，是专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更有用的资讯，你可以免费的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很多人其实都是被动的，就是活在了一个真正的骗局里面，但却还不自知。这个才是最可怕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最近5年经过了疫情、战争、升息等等，经济已经充满了危机，但是大部分人看到的只有危。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呢，现金为王。很简单，因为我们有可能会失业，有可能会断供房子、车子，甚至有可能连信用卡都还不上。所以我们华人的美德呢，就是击鼓防饥，多存点钱吧，什么都不要投资，什么都不要买，节省一点，这样就可以度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对吧？所以你真的很棒，因为你以前只有100万，现在你靠着节俭存了200万哦。但是你居然会发现，以前你只有100万的时候呢，生活是过得很开心的，因为你有能力可以在台北买一套房子。现在你厉害了，有200万了，财富翻倍了，但你现在却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了。也就是说，你存的钱越多，你买不起的东西反而就越多。为什么呢？记着，这个骗局惩罚的就是那些喜欢存钱的人。什么意思呢？按照正常的逻辑，经济差、环境不好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要先刺激就业、刺激生产，这样大家都有了钱之后，才会出来走动走动，然后去消费一下、投资一下嘛，这样经济才会好起来。那么现在美国的资本家就告诉你，其实反过来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印钱，然后把这个钱呢给到大家，那么大家有钱了，也自然会去消费、去投资的，然后呢，就业和这个经济呢也会同样的好起来的。这听起来好像不错，我同意了。但是问题来了，你不是说印了钱之后会给到大家吗？让我们拿去花吗？为什么每一次新闻说美联储又大量的印钞票呢？但是这些新钱就是没有给到我们的口袋，对吧？这个时候美联储就告诉你，因为这些印出来的新钱呢，并不是派给每一个人的，而是比如说我们美联储把新印的钱
以1%很低的利息先给到银行，然后银行就算用2%的利息把这新钱借出去，他们也是可以赚1%的利差的。而2%借钱的利息就是借100万还2万，其实就等同于没有利息嘛。所以这笔钱呢，每个人其实都想要借，但是银行是不会把这新钱都借给每一个人的。很简单，今天你有1个亿，然后所有的人都找你借钱，你会不会借给所有人啊？不会啊，因为这些人还不上，那怎么办？我借给你100万，我才赚你1万的利息，但你却有可能连我借给你那100万都不还，这就相当于我赚1万，但我有可能会掉100万，这个生意怎么做？所以银行呢，只会找到一些少数的老板和投资家，把这钱借给他们，因为他们可以用资产做抵押担保，所以这些少数的富人用这么低的利息把钱借回来之后，就可以不断的把钱拿出去滚雪球了，像是买一块地加工一下，建几栋房子，然后赚1倍卖出去。而整个建房的过程里面呢，就会带动很多的职业和行业，所以经济呢也会跟着变好的。这一套玩法呢，就是先让一部分的人富起来，让他们花钱去投资，从而让全部的人都富起来。听起来是真的很美好的，但正像是有钱的人呢，接近没有成本的拿到更多的钱，然后杠杆的去滚出更多的钱。但是大部分人呢，印钱跟你有关吗？印100个亿美金，你能拿到多少呢？你只能求着富人去请你工作，富人就拿着借回来的钱去请你帮他们赚更多的钱。而且印钱呢，就代表了市场上的钱变多了，就是说你打工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钱，这个钱呢还在不断的贬值。简单来说，印钱其实跟偷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要你把钱存起来，你的购买力就会被无形的转移到少数可以获得新钱的人的手上。也就是说，只有钞票和存钱呢，才是一场真正的骗局。那么为了让大家继续的相信这场骗局，所以就会告诉你，其他的货币也是一场骗局。黄金和白银呢是骗局啊，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价值，它只是一个化学的元素。比特币呢更是一场骗局啊，因为它是虚拟的，看不见也摸不着啊，傻子才会把这样一串代码买回家，对吧？但是你想过吗？其实钱现在也是虚拟的，比如说我的银行户口显示有1个亿，那么请问我是不是会把这1个亿都换成钞票，然后放在家里面呢？因为这样我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然后就比较真实啊。不会的，对吧？我身上的现金呢，其实可能也只有几千块，我发薪水给我的同事，也只会显示我的户口少了一串数字。今天我赚了100万，实际上呢，我也没有真正的得到真实的100万，只是说我银行户口多了100万这个数字。你去到中国内地，你更会发现那边的人呢都没有钱包的，都是用手机支付的。所以货币一定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吗？而且你会发现，印刷美元呢是没有数量的上限的，印钱这件事情一旦开始了，就不能逆转了，不能停止的。代表什么呢？代表老百姓的财富呢，只有中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早晚都将会被直接的洗劫。比如当年的委内瑞拉，人们拿纸币来擦屁股的，老板呢最后是用实物去支付员工的薪水的。所以最后这个国家的人只能买比特币来保护自己的财富。最搞笑的是，这个国家也动用了军队来挖比特币，而比特币呢只有2100万枚，任何一个人呢都无法增加它的数量。所以这种美国资本家不可以控制的东西，这种有可能撼动美元霸权的东西，是不是只能毁了它呢？不承认它，说它是一个骗局呢？其实什么叫骗？骗就是给了你承诺，但是到最后没有兑现，这个才叫做骗。当年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用美元呢？就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家说啊，大家出来做生意，如果都用黄金做交易就很不方便。这样吧，大家都用美元来交易吧，因为美元背后会以黄金做抵押，你拿着美元就可以兑换黄金了。结果当每个国家都用美元交易的时候呢，美国的资本家就说，以后美元不能兑换回黄金了，反正大家拿着黄金也没有用。然后呢，当大家都拿着美元的时候，他们就打开了印钞机，让大家手上的钱变得不值钱。这个是不是给了承诺，然后收回承诺呢？而比特币承诺了你什么呢？它并没有承诺你买了之后就一定会有高的回报，也没有承诺这将会取代美元，而且它所有的信息呢几乎都是公开的，现在有多少的数量，最近有没有人大手的买入它等等，你都可以随便的查得到。那么既然没有承诺，请问比特币骗了你什么呢？
比如说毕加索、梵高的那些名画，它能够拍卖到1个亿的美金，请问这是不是骗呢？今天我在玩名画的圈子里面呢，我就觉得值1个亿，但是大部分不懂画的人呢，可能这幅画你不告诉他是毕加索画的，你送给他，他也可能不要，甚至扔了，因为家里面没有位置摆放嘛。那么一幅画凭什么值1个亿呢？如果这幅画降到1000万、100万，甚至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那这是不是就不算是骗局呢？同理，比特币能从几毛一个涨到几万一个，这算不算骗呢？你不在比特币的圈子里面，那比特币肯定是一文不值的。但是值多少跟骗不骗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的。只要一个人愿意买，一个人愿意卖，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去买卖比特币，也不存在什么拉人头的话，其实都不能说是骗。你可以说啊，比特币的价值都是吹牛吹出来的，但也不能说是骗。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比特币的价值是不是吹的，其实不太重要了。因为只有错过它暴涨的赚不到钱的人才会关注这些东西，而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不能骗人。实际上我就是在1个月之前就公开发布了一部影片，当时我说只要比特币的价格突破了平行的通道，也就是4万5左右，我就会大手的买入比特币。如果涨到上一个顶部呢，我预计就会有40%左右的回报。结果1个月之后的今天，比特币涨到了6万5，我在中途呢还加了仓，这一笔交易让我赚了接近50万美金。而有听话照做的弟子呢，也在这1个月真实的赚到30%左右的回报。细节你有兴趣的话，就等一下回顾那一部影片吧。我不是想要炫耀什么，我想说的是，无论今天我是交易股票、黄金、外汇还是比特币，其实我根本不太关注它的基本面，我关注的是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涨的趋势里面，用最低的风险进场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我玩的是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到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是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那么我亏的只是亏1块。我不需要花时间去盯盘，也不需要去学习看什么财报、看基本面等等的因素，因为这些呢都是很主观的，而唯一能够真正影响资产价格上涨和下跌的是供应和需求，而这些呢都会在图表上面留下蛛丝马迹，是不能骗人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不会再错过任何资产的暴涨和避开暴跌的时机呢，那么我们就结个缘。很多人说啊，我以前的课程太贵了，你走不进来课程，来，接下来我直接送一份礼物，只要你现在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全新的股票投资班。好了，然后有的人呢脑子还是转不过弯了，因为他们从出生以来的认知就是说只有政府才能发行货币，那么比特币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如果我们都用这种货币，那么发明比特币的中本聪呢就是空手套白狼了，因为他是发明者，也是全世界拥有比特币最多的人，这就不公平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发行美元的美联储呢也不是政府的机构，它是由私人银行组成的。什么叫做私人银行啊？摩根银行呢就是私人银行，这银行呢就是整个摩根家族控制的。其实货币发行权呢本来就不是在政府手上，而是在很多不同的大财阀和大家族手上。而发明比特币的这个中本聪呢，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是谁的。他持有的比特币呢也从来没有抛售过。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比特币它发行多少的数量其实已经被规定好了，只有2100万个，没有任何人可以更改的。这个呢就叫做去中心化。其实每个人呢都可以创造货币的，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被接受。比如说早在汉朝的时候，汉朝的政府呢就是放任民间自由的制造货币的，只要是有人愿意去用，那就可以了。这种不干涉、无为而治的政策呢，其实就是我们经济学家最提倡的自由市场。也因为如此，才可以造就当年文景之治的经济繁荣。但是美元的背后呢，虽然没有黄金，却有整个美国政府啊。美国政府代表的是经济、军事还有政治等等。我们相信美国不会倒，所以才会相信美元。那比特币背后有什么呢？很简单，各国富可敌国的人。
今天我们有多少钱，钱用去什么地方，谁给我们转钱了，交税了没有，其实政府都是可以知道的。那么真正的有钱人注重的是隐私和安全。假设马斯克身价是2000亿，但是这个数字呢，肯定是被严重低估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现金，有多少黄金，还有多少比特币，这些呢都是隐形的财富啊。还有今天美国制裁俄罗斯，那么当地的富人银行的户口呢都被冻结了，那怎么办？没关系啊，他们都把资产转换成比特币了。然后今天你赚了1个亿的美元，你就要交重税。但是如果今天我赚的是价值1个亿的比特币呢？还有很多什么缅北的诈骗集团啊，贪污的黑钱啊，其实很多都是靠比特币来洗白的。因为加密货币呢是很难监管的，也就是说，加密货币的背后呢是那些富可敌国但同时注重隐私的人，又或者可能就是那些黑钱的避风港。所以这些人会允许比特币倒吗？而就算你还是觉得是骗局，但是比特币呢也是存在了16年的骗局。这个是什么概念？如果你去买股票的话，这个世界95%的公司都活不过比特币。当年郁金香呢被炒作的很贵，结果就被一个人把郁金香吃了，大家才觉醒啊，原来这朵花是并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郁金香的泡沫呢就被爆破了。这郁金香的泡沫呢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人们从最疯狂的泡沫里面醒过来的时间呢就只有3年，而比特币所谓的泡沫呢却存在了16年，到现在不但还没有爆，而且还不断的突破新高。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去思考一下，持有现金的成本和风险大一点哦，还是说把现金转换成虚拟资产的风险大一点呢？记着，如果未来我们的资产配置里面没有比特币的话，那么就等同于我们现在做空了自己一个很有潜力升值的未来。为什么呢？重点和秘密都来了。我告诉你，现在无论是美国的统治者还是财阀，都默默的完全改变了风向，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些统治者呢，已经发现其实比特币的资金盘子呢是非常大的。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到比特币的圈子里面，代表越来越多的钱流进去比特币的市场。那么比特币的数量我不能去控制，但是比特币的市场呢，我可以接管啊。所以一个不承认比特币合法的国家，最近居然通过了比特币的 ETF， 就是允许比特币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市场上随意的让大家交易。简单来说，就是你有股票账号就可以买卖比特币了。以前我们买卖比特币需要透过一些比特币的交易平台，然后不是就出现了很多诈骗吗？之前香港和台湾都搞得蛮大的，就是你今天存了100万进去买了比特币，然后就算这个比特币涨了，你账面上是赚了50%，但是这个只是账面上的，因为你不能够提款啊，这个钱是取不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你存了100万进去，然后就再也拿不回来了。你以为自己是比特币赚钱了，其实那只是一串数字，因为根本不能把钱取回来的。这呢就是平台的诈骗。但是今天大家都可以像买股票一样，在美国去购买比特币的 ETF 了，所以很多人都会把钱兑换成美元，然后流进去美国的证券市场。这样呢就等同于大家交易比特币都要用美元来结算，就好像当年大家做世界贸易都要用美元来结算，买卖石油呢也要用美元来结算。美国现在就是把比特币跟美元挂钩，大家想买比特币都要用美元来结算，这个就能增加美元霸权的地位。也因为如此呢，很多以前不会关注比特币的人，现在因为买卖方便了很多，所以也会去买卖比特币的 ETF。 比如说以前非常反对虚拟货币的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前段时间居然公开说自己已经大量的持有了很多虚拟货币，而最可怕的是他是今年美国总统的竞选人。如果他能够当选总统，那么是不是就等同于说美国也承认了比特币和虚拟货币的地位呢？美国到时候会不会把比特币作为跟黄金一样的储备呢？就是当一个大国也去囤积比特币的时候，而现在比特币的市值只有黄金的1/10的时候，那是不是说比特币现在的价格还是太便宜呢？要涨个10倍才算合理呢？而一直说比特币是垃圾的巴菲特，他最近居然投资了一家银行，
这家银行主要的业务呢，就是帮大家去买卖比特币的。股神巴菲特的投资原则呢，一直以来都是永远不会投资自己不懂、不认可的公司，而现在他居然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业务，那是不是说他开始承认了比特币的价值呢？这些以前都斩钉截铁的说自己不会参与虚拟货币的富人，现在一瞬间就默默的改变了风向，纷纷的涌入进去布局了比特币。那么请问比特币是不是骗局还重要吗？而最重要的是，比特币现在就是处于大牛市的趋势。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已经突破了橙色这个下跌的通道，转换成紫色的上升通道了，代表了它已经从一直下跌的趋势变成了一直上升的趋势。而为什么我很确定比特币已经进入牛市呢？因为有看过我股票投资班的人都知道，当价格高于150天平均线，然后150天平均线高于200天平均线的时候呢，其实就有很大的概率确认比特币或者股票等等之类的资产已经进入了长期上升的趋势。因为很简单，200天的平均线就是代表过去200天以来那些人购买比特币的平均成本嘛。比如说现在是38000，那么150天平均线代表的就是过去150天以来那些人购买比特币的平均成本嘛。比如说现在是42000，过去150天买入比特币的平均成本，如果比过去200天买入比特币的平均成本高的话，代表的是什么？代表了大家都愿意用更贵的价格去购买比特币。而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66000，代表了你现在购买比过去的平均成本都还要高，代表了现在的人都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一颗比特币。简单来说就是比特币每过一天，大家都愿意花更贵的价格去买，就是无论是大户还是散户都是更看好比特币的。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比特币是处于牛市的方法，这些我会在免费的股票投资班里面去讲。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现在比特币就是处于牛市，因为我们只会在牛市的时候去买入，因为只有牛市价格才会很容易的去上涨，我们才会很容易的赚到钱。而大部分的人呢，无论是买股票或者是比特币都亏钱的原因，就是他们喜欢在熊市或者谷底去接货去抄底，结果越跌就越买，亏越多的钱呢，就投入越多的钱进去，导致了这个错误越陷越深，最后就逃不出来了。所以我自己的布局呢是这样的，之前的影片已经说过，我在44000左右的时候去买入，在比特币涨到65000左右去卖出，也就是在红色那一条线去卖出。因为红色那一条线呢是以前比特币的顶部，是一条非常大的压力线，而现在比特币确实在这一条压力线就停止了暴涨的动力，因为很多人都看着这一条线去卖出比特币获利离场的。但是问题来了，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卖出了比特币，可并不代表我不能再买回比特币，或者不看好比特币，因为只要比特币并没有触碰到这一条红色的压力线之后掉头下跌的话，没有跌破之前一些明显的支撑位，也没有跌破紫色这一颗上升的通道，而是像现在这样在高位横行，不涨也不跌的话，这就代表了在这个很多人获利卖掉比特币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是看好比特币去接盘的，所以才不会涨也不会跌。这种在高位横向发展的趋势呢，我们就叫做蓄力。一旦突然间突破这个压力位暴涨了，其实就是一轮新的上升趋势的出现。所以我自己呢，现在是在等比特币，如果有机会突破了69000，我就会买入，然后把止损设置在64000左右，承担5%到6%左右的风险。买入多少呢？就看它有没有出现低风险的买入形态。而这些如果你还是听不懂的，你可以现在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赶快的去报名我的股票投资班，现在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其实就看你有没有想要学习和上进的心哦。而关于比特币和一切赚钱的第一手资讯，我都会在你报名以后透过电邮呢私底下的分享给你，因为很多都是绝对不能公开讲的，所以未来20年视频致富都在你一念之间。好了，接下来我的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正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